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姑苏蓝氏不会护短啊？此事应该交由仙都解决才是，在这节骨眼上澄清，还是两个大男人，真是闻所未闻。焉知此次不是你们姑苏蓝氏想独吞他的阴虎符？当然，你们要想留着魏无羡也可以，把阴虎符交出来。凭什么阴虎符要落到姑苏蓝氏手里？席间又一次炸开了锅。沉默了半晌的江家宗主江婉莹站出来道：姑苏蓝氏不配拥有阴虎符，难道你们兰陵金氏就配吗？阴虎符是魏无羡的私有之物，莫说是在姑苏，便是之前在云梦，我这个做家主的也从未说过要带他保管，他要如何处理，要送给谁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，轮得到你们来智慧。这时联盟军中也有人附和道：任家兰、江家联姻，你们却在这里讨要什么阴虎符？你们兰陵金氏是不把谁放在眼里呢？更有时眼力直接转移话题的，讨论这些打打杀杀，不如好好坐下来喝一杯喜酒，难得见证兰二公子和魏公子的大礼。山中高士金银雪配人间绝色富贵花，真乃天造地设的一对佳偶啊！月上中天，这场闹剧才堪堪结束。蓝曦臣一路送众宾客到山门处，待到宾客散尽，金光瑶向蓝曦臣行礼道：二哥，今日之事是非我愿，你也知道，我在金陵台一向人微言轻，我知你不易，不用委屈自己，若金家为难于你，便来姑苏吧。金宗主毕竟是我父亲，阿瑶，我不妨告知于你，我等已成立抗金联盟军，未来和你父亲之间必有一战，我不想你再做一次你在不夜天城做过的事情。好，多谢二哥肯收留，若父亲执意不听劝告，届时我便来姑苏投奔你。四下人静，金光瑶身边一黑衣人问道：脸方尊当真要投靠姑苏蓝氏了？金光瑶仿佛听了一个极大的笑话，然后成为和你一样寄人篱下，看人脸色的外姓门生吗？我可是要做人上人的，那便祝脸方尊早日成为兰陵金氏的主人。不，我要做的是玄门百家的主人。魏无羡一个人在金氏窟等了2个时辰，眼前的光线越来越暗，直到笙歌散尽，他终于听见了几声轻快的琼音。金氏的门吱呀一声打开又合上，然后一阵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，魏无羡瞬间就觉得肚子在叫嚣了。饿不饿？来吃饭吧。此刻蓝忘机脸上又换上了疏落的笑意，他看着坐在床边的人，难得乖顺的模样，自觉地走了过去。外边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魏无羡担忧地问道。无事发生，蓝忘机一语接过不提，心痒地伸出手想要揭开盖头。等等，魏无羡一把拉住蓝忘机的手，蓝忘机果然停手了。魏无羡不知是紧张还是故意想拖延时间，我们云梦的规矩是揭盖头前要喝交杯酒，你有酒吗？蓝忘机依旧是顺从，备之酒矣。从魏无羡准备的食盒里拿出一坛陈酿，蓝忘机倒了2杯，分了1杯给他。魏无羡放在鼻前嗅了嗅，闻出了是天子笑的味道，一时欣喜，这个好爽的举杯与蓝忘机对饮，酒也喝完了，貌似也找不到其他什么理由了。魏无羡心一横，却听扑通一声，身边的被褥便陷下去了一半。魏无羡窃喜，蓝湛竟是个1杯倒，还好今日跟他成亲的人是我，不然传出去估计会被人笑话死了。魏无羡揉了揉已经饿空了的肚子，轻轻叫了2声蓝湛没得到回应，犹豫了半晌，要不先去吃饭？反正蓝湛已经睡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刚刚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胳膊，就觉身后一股大力来袭，直接将他拉回床榻，然后一阵劲风扫过脸颊，眼前之景瞬间明亮了起来。你要去哪？不是要等我来掀盖头吗？蓝忘机已坐起身，一只手揽住他的腰，将他带入怀里。魏无羡一时慌神，蓝湛怎么这么快就酒醒了？他会不会砍我啊？蓝忘机今日格外的不同，一身红衣映衬下，更显他面如冠玉，眉目如画，少了云纹抹额的束缚，雅正中带着魅惑人心的疏朗。魏无羡顿时觉得自己要溺死在蓝忘机炙热又温柔的眼神里了。魏无羡回身狠掐了自己的手腕一下，又换上那张人畜无害的笑脸，状似熟人的打招呼道：蓝二公子，好久不见。
看见是我，惊不惊喜，开不开心？蓝忘机认真答，开心，似乎怕魏无羡听不清楚，又用额头抵着他的额头道，开心。